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又是豔陽高照的一天。然后最近呢，我們的評論區有很多粉絲留言，我在這裡給大家一一回復一下。首先，第一呢，就是這裡的這一條路，就說叫我們給它加寬，加寬了之後車就可以開進來。其實我們之前就說過了，我們的車是不打算開到院子裡面的，因為之後呢。這是之後的事情啊，我是在這裡提前說一下。之後我們就是打算在這裡給它安裝一個門，安裝一個門了之後把這裡給關起來，然後裡面就是一個獨立的小院。所以我們的車是不打算開到院子裡面的，因為無論是停在上面還是停在下面都可以，我們都無所謂，我們直接可以走上來嘛，也挺方便的。然後這裡後期我們就打算把它给加寬一下。加寬一下，我們以後拉材料、拉那些沙子可以倒進去就可以了。我們後期自己的車，就是自己的4輪車、小轎車，都是不打算開到院子裡面去的。院子裡面就停我們的小電驢、那個電動車就可以了。然後這裡的話，一進來就是這麼寬的，還有這裡。我們這個壘的牆壁，然後就是有留言嘛，說太出來了，車不方便進來。其實我們都沒有打算把車開進來，這裡無所謂的，就它怎麼好看我們就怎麼弄。還有這個水缸也是，大家說叫我們給它挪開，然後在這裡遮擋了道路。我看我們2個人的力量怎麼挪得開嘛？之前李俊他們下面那個水缸比這個還要小一點，都是4、5個人給它撬開的、撬走的，所以我們2個人根本就挪不開，就讓它在這裡放着吧。如果後期有親戚朋友來這裡玩的話，我們可以叫他們幫忙，我們一起給它挪走一下。還有這裡。大家說這裡被水沖出了一條溝，其實不是的，這裡就是一條排水溝。我們之所以沒有把這裡填平，就是因為它這裡要排水，而且後期還要把全屋的排水都給它重新挖一遍了，弄好硬化，它才從这裡我們才給它填起来。這些都是我們後續需要做的事情，因為我們前期最近也在忙那個路嘛，而且屋裡面收拾這些東西也需要花費一點時間，所以很多東西都是需要慢慢的一步一步來的。還有就是我們這個斗車，這個斗車也有建議說，我們推的時候就是不方便推，然後要用一根繩子綁住了。就是這樣，綁在這上面，然後向下推。但是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，就是太重了的話，它的下坡你綁在脖子上，它的重力你控制不住，拉不住的話，它会不會把你的脖子一起給勒出去？不綁脖子的話，不綁繩子，你推你拉不住了，你還可以放手讓它自己走。如果綁了繩子了之後，你拉不住了，連人帶走就給你拖走了。所以我們這個就是這樣正常用的。還有這邊這一條小路，再次就是這條小路，我們上次不是給廁所旁邊鋪石板了嗎？然後就有疑問，就說為什麼不把這裡也鋪好了？因為後期我們要用風化石來給它鋪好，前期的話我們要從那邊運材料運過來，鋪上石板的話，推斗車它就不方便，它而且會產生磕碰，還會把石板有些風化的石板給鋪壞，所以這條路我們後期是要用風化石來給它鋪的。還有一個問題就是，這條石板路的問題，說鋪上水泥啊，鋪上水泥砂漿，給中間這些縫鋪上水泥砂漿，其實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，因為好走的話，這個已經很好走了。鋪上水泥砂漿的話，這個石板是一個挨着一個鋪的，不是中間有很大的間隔，所以這個是不需要鋪什麼石板的。這裡還有一個疑問，就是說為什麼不把這裡鋪滿給鋪到頭？第一個原因呢，就是因為我們
經常走的就直接走到这裡就可以了。後面除了收拾環境以外，我們都不会往後面走，這條路根本就幾乎沒有人走。而且呢，再有一個原因就是找不到石板了。如果我們後期在路上看到那種合適的石板，我們就可以給它搬来，挨一個挨一個的鋪到裡面去。因为前面的话，這些就只能找到這些，有一些都是不合適的，它就凸出來。其實這個石板它是要又平又窄的石板，它才好看。我還有看到很多關於這兩個房間的留言，這兩個房間說，既然沒有用了，就把它全部拆掉。但是有一個問題，把這些磚全部拆掉了之後，又堆放在哪裡呢？是不是？我們又要拿一塊空地來堆，那堆着牆和堆着地上有什麼區別？還不如讓它直接堆在牆上。我們如果後期要用的話，就給它取下來。有牆的話看着還好看一點，不然把牆拆了，空落落的。還有這裡面這一個房間，這一面牆是已經被我們完全拆掉了的，然后现在看起來就很空，感覺沒有安全感。這些牆我們就不給它拆掉。然後有人說在這裡建一個廁所、浴室，也有人說在這裡建一個後花園。其實我們還沒有打算把這裡給它用來建什麼，因為前期我們的資金也不足，也沒有很多的時間的精力來做這裡面的改造。因為我們外面連我們外面的那一條小路都還沒有完工，最近下了很多天的雨，我們今天也可以去開工，把那一條小路繼續給它完善。這裡的話，我們就給它收拾出來，暫時讓它是這樣。如果我們後期規劃需要給它用來建什麼做什麼的時候，我們再來用。用的時候就不用再次收拾了，就讓它在這裡乾淨，看着乾淨就可以了。其實大家在我們評論區的每一條留言我們都有看到，而且有很多留言也給我們很大的啟發，讓我們正確的去做一件事情。但是有一些呢，我們就要根據實際情況，根據我們這裡的實際情況去考慮，要去看看合不合適。